这是即将发生花豹屠狗的事件。饥肠辘辘的猎狗自己不去捕猎，竟四处寻找花豹的踪迹，打算蹭饭。殊不知花豹正躲在他的后面，谋划着一场暗杀计划。花豹作为猎狗的长期饭票，今天竟倒反天罡，企图将猎狗斩杀。尽管猎狗对草丛也已有所警惕，但此刻花豹仿佛已被愤怒冲昏头脑，纵使行踪暴露，却毅然决然逼近，随即弹射起步，朝着猎狗方向就冲杀了过去。当摄影师找到他们时，花豹就已经逮住猎狗，并送上了锁喉。本想搞顿饭吃的猎狗，万万没想到花豹如此勇猛，在无情锁喉之下，疼的那是嗷嗷大叫。透过花豹杀气腾腾的态势，能够得知这口气已经忍了很久。不甘沦为奴隶的花豹，看来今天这是要打破牛马的命运。别看花豹平常碰见猎狗唯唯诺诺，关键时刻却一点也不含糊。在没有族群支援的情况下，猎狗完全不是对手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半个小时，嚣张的猎狗最终也迎来了报复，被花豹当场斩获，叼着在马路上游街示众。花豹受这么多气，也总算是硬气一回了。猎狗实在是饿疯了，居然打算把小狮子抓来饱餐一顿。母狮拼命守护与猎狗周旋，而小狮子也趁机钻入树洞里躲避危险。眼看几只猎狗准备对母狮采取强攻，好在关键时刻雄狮赶了回来。对于试图残害自己妻儿的家伙，雄狮绝不放过，逮住就是火力全开，疯狂输出。其中一只猎狗还想拍拍屁股溜之大吉，岂料还没跑出去多远就被抓住了。两头雄狮前后夹击，倒霉蛋猎狗被折腾得嗷嗷直叫。为了给猎狗一次深刻的教训，狮群成员已经全体出动，准备将附近的猎狗全部摆平。猎狗的人生就像打电话，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，但凡被发现的猎狗没有一只能够全身而退，抓住就是按在地上治疗咽喉肿痛。母狮这边也发现了一只猎狗，悄悄靠近猎狗，根本无从察觉，等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，直接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更为倒霉的则是以下这只猎狗，全过程前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，雄狮也不吃它，直接就是丢路边，让其他动物去处理。一群野马正在亡命狂奔，只因身后一只饿急眼的棕熊在奋力追杀。好在马匹的奔跑速度非常之快，这让棕熊即便腿都跑冒烟了都无法追上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棕熊也是没了办法，看到一只未成年的小野牛冲上去，就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然而小野牛性情鲁莽，抬起牛角就朝棕熊持续逼近，似乎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。殊不知示弱恰巧是棕熊的诱敌之策。或许碍于二脚兽从中作梗，棕熊竟一路吸引小野牛前来，直至小野牛踏入攻击范围，棕熊掠食者的本性瞬间暴露，当即趴在小野牛身后疯狂啃咬背部。小野牛意识到不是对手，连忙拔腿逃跑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棕熊不依不饶，就跟狗皮膏药一样贴着小野牛。尽管小野牛皮糙肉厚，可被追着折腾几十分钟，小野牛即便铁打的也招架不住。果然，随着体力逐渐消耗殆尽，没多久小野牛就被棕熊成功撂倒。棕熊聪明机智，硬是把未成年小野牛骗得团团转。看来这下棕熊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十几只猎狗趁狮王不在家，一窝蜂杀过来偷袭母狮。常年饱受狮群欺压的猎狗怒不可遏，一旦偷袭成功，便会毫不客气给予对方教训，或直接将其嘎掉当成猎物。而有些侥幸躲过一劫，也可能落得半身不遂的下场。这也导致猎狗群时常遭到狮群打压报复。雄狮联盟全体出动，便是要铲除猎狗这颗眼中钉。倒霉蛋猎狗还没察觉危险的来临，就被雄狮扑倒，直接锁喉。对于这种天天吃腐肉、满身臭味的猎狗，雄狮根本提不起任何食欲，基本都是当场将其斩杀，就快速扬长而去。虽说猎狗通常占着数量优势，横行无忌，但雄狮每天巡视领地，也不单是为了防止入侵者的到来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将猎狗这个最大的竞争者斩草除根。但凡被雄狮逮住的猎狗，都会被做上一次嘎脊椎治疗，更别说年纪尚浅的猎小宝了。只要腿脚跑得不够麻利，结局就是当场被送去见他太奶。雄狮的存在完全就是猎狗的噩梦。猎狗太倒霉了，趴地上休息，竟被剧毒无比的黑曼巴一口咬中了大腿。这把猎狗吓得顿时一经夺路而逃，殊不知猎狗也即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正当跑出去几十米开外，猎狗突然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。然而猎狗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为了缓解毒素蔓延，他选择前往水塘泡澡饮水。可当他爬到地面时，却明显头昏脑胀，仿佛就跟喝了假酒一样，屁股都坐不稳。随后一个踉跄起身，迈着艰难的步伐准备回归族群找同伴帮忙。可惜没走多远，猎狗就趴地上走不动了。
嘴里嗷嗷大叫，看似非常痛苦。黑曼巴毒素恐怖如斯，别说猎狗扛不住，即便雄狮被咬一口，也是一头栽倒，浑身不由抽搐。果不其然，随着毒素席卷全身，猎狗嘴里瞬间就冒出大量唾液，猎狗浑身直抽抽，也不知道是否命太硬，直到晚上仍在疯狂挣扎。可惜没有二脚兽的血清，只能是等着凉凉。第二天被他们的同伴发现，直接分了。那么吃了中毒的同伴，猎狗群会团灭吗？我操！若非亲眼所见，真是让人万万不敢相信。一只长颈鹿竟然主动靠近人类，将自行车拦截了下来。都说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不是报恩就是求助。长颈鹿之所以做出如此异常的行为，原来是遇到大麻烦了。他的同伴躺在地上即将死去，男子见状火速叫来动物救援队，可是抵达现场后，长颈鹿却失去了生命体征。抢救工作刻不容缓，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心肺复苏，可是连续撞击了几十下，长颈鹿依旧纹丝不动。情急之下，工作人员果断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。好在药效发挥了作用，长颈鹿也从鬼门关渐渐苏醒。为了以防感染，工作人员用酒精进行消毒，并附上了一些药。当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们便将长颈鹿转移到动物园休养。直至1个月后，长颈鹿伤愈归来，感谢着好兄弟的救命之恩。猎狗觅食途中，竟意外发现一头狮子的躯体，这把猎狗给高兴的不时用后背蹭狮子的躯体。猎狗也没尝过狮子肉的味道，如此泼天的富贵，犹如晴天霹雳砸在猎狗头上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这头年轻的流浪雄狮入侵了狮王的领地，不料恰巧被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王两兄弟撞见。不知怎么回事的流浪雄狮很快就被抓来，按在地上一顿摩擦。然而流浪雄狮不甘沦为待宰羔羊，利爪奋力朝狮王兄弟面门挥舞，便是准备杀出一条血路，从中逃脱。可惜任凭他如何挣扎，狮王都死咬着他的尾椎不松口。流浪雄狮寡不敌众，哪里是狮王两兄弟的对手，当场就被狠心的做了正骨治疗。狮王两兄弟也不吃他，直接丢到一边。闻着气味找来的猎狗发现这一幕，顿时就乐得合不拢嘴。当然，吃狮子肉对于猎狗而言并不是重点，若是被族群成员看见自己斩杀一头雄狮的壮举，估计也够猎狗吹一辈子的牛了。看来猎狗今天算是赚大发了。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名还没断奶的小女孩竟敢主动靠近身高1米多的马匹，这对于成年人而言可能都存在风险。然而小女孩不仅没有丝毫惧怕，而且捡起地上的缰绳就牵引着马匹朝马厩的方向走去。神奇的是，期间马匹没有任何抗拒，甚至默契配合，一路尾随在小女孩身后。都说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，果不其然，看到逐渐长大的小女孩前来探望，马匹也不容迟疑，朝着小女孩的方向走来。靠近的一瞬之间，马匹不由低下了头，而小女孩则不停抚摸着马匹的脸颊，他们相互尊重，以肢体动作表达着对彼此之间的情感。小女孩非常喜欢马匹，几乎有时间都会跑来看马匹一趟。看见马匹没水喝，小女孩赶紧就去找桶要接水给她喝。长久以来的相伴，他们的感情已经甚是亲人。有时小女孩也会主动递上一些嫩草喂给马匹，看着马匹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女孩也开心地发出笑声。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物种，不仅性情温顺，对待人类更是非常友好与真诚。它们除了不会说话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懂。当花豹发现一只小牛犊落单后，便立即进入狩猎状态，快速扑向小牛犊。这对于小牛犊而言，无疑是致命的。仅是短短时间，小牛犊就被花豹斩获，叼着打包带走。尝到甜头后，花豹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当着一群水牛的面就敢冲上去，咬住小牛犊的脖子，一路狂奔。显然牛群并不会让它轻易得逞，一窝蜂围上去，用牛角狠狠撞击花豹。为防止受到不必要的损伤，花豹果断丢下小牛犊，跳往树上暂避锋芒。虽此次狩猎宣告了失败，但花豹似乎不打算轻易罢手。为了填饱肚子，花豹又锁定了一只小牛犊，不容半刻犹豫，当着母牛的面就直接采取行动。母牛见大事不妙，连忙抬起牛角进行阻止。而花豹即便拖着小牛犊奔跑，速度仍保持遥遥领先。想必花豹若非饿急眼了，也定然不会如此疯狂。不过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拖着小牛犊一路奔跑，体力也很快就消耗殆尽，结果被牛群追上，堵住了去路。幸亏花豹懂得爬上树躲避，否则被牛群逮住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美洲豹刚出门就发现了树上挂着一只树懒，于是迫不及待就要冲上树进行抓捕。树懒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爬往制高点，
而美洲豹则凌空一跃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以为这下树懒即将就要命丧爆口了，岂料关键时刻树懒竟拼命摇晃树枝，准备把美洲豹摇下去。美洲豹慌得一批，被吓得赶紧退往树下，谁知树懒摇晃过猛，导致树枝折断掉进水里。好在美洲豹已经逐渐走远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毕竟美洲豹作为南美洲最强王者般的存在，环境因素造就了它一身超乎寻常的水下本领，而依仗着这项技能，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目标。这也导致岸上晒太阳的鳄鱼都尚未洞察周围的危险，瞬间就被水里突然冲出的美洲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别看这条鳄鱼体重200来斤，加之惯用死亡翻滚，简直实力不容小觑。但美洲豹仅是略微出手，就能让它老老实实。美洲豹不单咬合力极为出众，近身肉搏所展现出的强劲爆发力，更是每次制胜的关键所在，仿佛每一口下去都能让鳄鱼皮开肉绽。鳄鱼并非无路可逃，还有死路一条。这头流浪雄狮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，虽然此时此刻流浪雄狮饥渴难耐，想上河边喝水，但身处危险重重的环境却让他不得不谨慎提防。而对周围环境简单观察过后，没有发现异常的流浪雄狮还是选择靠近了水域。殊不知暗处的危险并未排除，不过口干舌燥的流浪雄狮也已顾不上许多，蹲下小心翼翼饮水的间隙也保持着较高警惕。一来是为了防止埋伏水中的鳄鱼发动突然袭击，以免被造成重伤，生活不能自理；二来则是这里的地主雄狮已经发现定然不会手下留情，驱逐或杀死对方已经都是常态，因此也只有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。不过一时疏忽的流浪雄狮还是遗漏了另一危险。就当流浪雄狮瞪直双眼的一刻，显然他已察觉自己被二角兽盯上了。当然二角兽只要给的筹码足够多，即便草原之王也同样会被一粒花生米直接抬走。好在二角兽没有恶意，而流浪雄狮也吓得立即拔腿就跑。透过流浪雄狮的举动可想而知，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，若没有超强的警惕性，也定然不会完好的存活至今。我操！高压电的威力有多大，简直难以置信。贪玩的猴子徒手触摸高压线，结果瞬间砰的一声就从2楼直接坠落。而啄木鸟明明发现电光在闪，却没有任何离开的想法，并且淡定从容地站在高压电旁。殊不知啄木鸟即将会为此付出代价。随着逐渐被高压电察觉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啄木鸟就被瞬间电飞。高压电的威力恐怖如斯，在国外每年因贪玩所导致最终被送走的猴子不在少数。以下这只猴子就是过于调皮而跑去攀爬电杆，结果来是好好的，中招后就挂上面火光四射回不去了。在高压电的面前，没有一只猴子能够幸免于难，即便聪明的大猩猩也不例外。在高压线上走钢丝，无疑是拿着生命开玩笑。就在大猩猩抵达高压电杆准备下来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大猩猩瞬间身体被定住1秒，随后掉了下来。尽管大猩猩一把抓住了电线，可全身瘫软的他已经无力招架，仅仅撑了几秒就当场坠落。好在情况不是很严重，相信不久后大猩猩就能醒来。美洲豹幼崽不幸被一群巨塔盯上，正打算跳到一侧石头上逃走时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巨塔当场偷袭。起初贪玩的小美洲豹背着父母悄悄跑出来下水玩耍，年幼的他哪里知道外面凶险。当他玩够了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才发现凭借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爬上地面。而附近巨塔看到小美洲豹一直在那徘徊，且没有家长陪同，瞬间也就起了歹心，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小美洲豹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顿时就吓得想要逃跑，岂料一只巨塔突然扑过来，将小美洲豹直接带入水中。这只巨塔也不急着下手，而是拽着小美洲豹与同伴疏远距离，似乎想吃独食的一副模样。小美洲豹手无缚鸡之力，即将命丧巨塔之手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四处找寻幼崽身影的美洲豹恰巧观察到这一幕，并且快速冲向巨塔展开营救。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，巨塔不得不放开小美洲豹以求自保，否则必将命丧当场。要说小美洲豹也是福大命大。我操！鳄鱼简直嚣张至极，趁雄狮喝水不注意，果断发动偷袭，将雄狮拖入水里。雄狮力挽狂澜，誓死抵抗，奈何前肢被死死咬住，无法抽身。雄狮苦苦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目测体型，这条鳄鱼将近400斤左右，雄狮被缓缓拖走，看来小命休矣。然而此情此景，恰巧被附近巡视领地的雄狮兄弟尽收眼底。雄狮兄弟感到后怕，同时也极其愤怒。为了给兄弟报仇，他召集了族群成员，准备以自身为饵，引诱鳄鱼出来。
果然，鳄鱼饥饿难耐，跃出水面，发动了雷霆之势。雄狮反应迅捷，咬住鳄鱼脑袋，连忙呼吁周围族群成员前来围攻。鳄鱼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竟然是雄狮设下的圈套。一群狮子对着鳄鱼疯狂啃咬，势必要让它血债血偿。虽然鳄鱼防御力极强，表皮如同一道铠甲，可面对10几头狮子，一切都形同虚设。最终，鳄鱼被扒皮吃肉，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痛代价。这一定是你从未见过的伪装大师——猪尾泥角蝰蛇。岩石上看似一只活灵活现的蜘蛛，事实上却是猪尾泥角蝰蛇专门拿来迷惑猎物的尾巴。猪尾泥角蝰蛇不但非常善于伪装，生活在鸟无人烟、荒漠地区的它们也是非常神奇的存在。为了能在极端的环境下生存下去，竟然连自己身体都进化成与周围环境一模一样的肤色。一旦到了饥饿之时，猪尾泥角蝰蛇便会寻找一处容易暴露自己的地方，紧接着拿出形态酷似蜘蛛的尾巴，不停摇摆，吸引附近的猎物前来。随着不远处小鸟看到这么一只肥美的蜘蛛，瞬间也就来了兴致，被诱惑的飞了过来。而高级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，正当小鸟来到眼前准备下手时，等待它的便是猪尾泥角蝰蛇的一记猛扑。尽管躲过致命一击的小鸟还有逃脱机会，然而小鸟却对肥美的大蜘蛛始终抱有幻想，那么最后等待小鸟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。长颈鹿实在太仗义了，看到犀牛被雄狮欺负，立刻就冲上前将雄狮叼起砸落在地，成功为犀牛解围。而大象遭遇雄狮偷袭，长颈鹿也同样是路见不平，随后一脚把雄狮踹飞出去。殊不知长颈鹿此举很快就招来杀身之祸，雄狮接连被破坏好事，怒不可遏，当即召集族群成员，势必给予长颈鹿一顿深刻的教训。狮群从四面八方奔袭而来，准备采取群体强攻，而长颈鹿已然知晓来者不善，疯狂加速与一群狮子拉开危险距离，狮群则穷追猛赶，不依不饶，甚至在长颈鹿正前方提前进行埋伏。随着长颈鹿就位，狮子连忙跳起来，试图对最脆弱的脖子下手，岂料被长颈鹿瞬间撞飞，踩于脚下，直接踢成脑震荡。不过狮子是种非常记仇的动物，很快他们就盯上了小长颈鹿。好在先前帮助过的犀牛及时出手，才躲过了一劫，而长颈鹿就糟糕了，被2头雄狮围殴。幸亏关键时刻大象瞬间冲出，将雄狮撞飞10米开外。食草动物一家亲，长颈鹿最终因自己的善举躲过了这场灾难。一只刚出生的小角马被胡狼视为狩猎目标，胡狼小心翼翼逼近，便是要发动意想不到的攻击。好在小角马提前察觉，并害怕地朝妈妈身边靠拢。随着母角马回头发出警告，纵使胡狼心有不甘，此次狩猎也只能暂且作罢。虽然小角马躲过了胡狼的攻击，但猎狗这种机会主义者却是防不胜防，只要发现食草动物的幼崽猎狗定然不会错过。小角马十分害怕，在逃跑的路上几乎是拼尽了全力，可猎狗50公里的时速非常稳定，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短短时间内猎狗就追了上来，并顺势攻击大腿，将小角马撂倒。就当猎狗准备打包回家之时，附近母角马突然发动野蛮冲撞，冲杀过来，而猎狗则灵活闪躲，巧妙避开。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走，猎狗心有不甘，随后再度展开冲锋，穷追不舍。所幸小角马并未跑远，紧张的气氛让小角马慌不择路，当场摔了一跤。猎狗见状，果断扑上去拿捏，没曾想母角马调转枪头，对准猎狗的嘴巴就是一记暴击。倒霉蛋猎狗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看来这下够他难受几天了。电鳗的威力究竟有多可怕？老虎前去河边喝水，被电鳗电了一下，瞬间躺地上嗷嗷大叫。贪吃的猎狗看见电鳗，以为是什么美食，结果被电一下直接倒地不起。电鳗的威力恐怖如斯，能够瞬间释放几百伏的电压。不信邪的美洲豹还想拿捏电鳗，不料一口下去，电鳗立即释放高压电，这把美洲豹吓得一激灵退出3米开外。幸亏跑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利坚一只鱼才进缸里，结果仅不到2秒，这条鱼便瞬间被电得一动不动。倒霉的鳄鱼以为逮住电鳗就可以饱餐一顿，结果下口的刹那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短短几秒时间，鳄鱼就被电晕过去，失去了知觉。更倒霉的则是这只癞蛤蟆，下水1秒不到，4条腿瞬间就直了。癞蛤蟆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自己这辈子竟然会以此等特殊的姿势在水中活动，全程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感觉浑身麻痹，无比僵硬。即便电鳗停止10多秒不放电，癞蛤蟆也难以缓过神。真没想到电鳗的威力竟如此可怕。从未见过如此豪横的野狼，
成群结队出来作案，将砍高犬精准锁定。为了吃上一顿饱饭，砍高犬小心保护着地上食物，不给狼群有抢走的机会。然而狼群数量占尽优势，一窝蜂围上去分抢食物，让砍高犬不敢正面硬刚，而选择将食物拱手相让。尝到甜头的狼群一发不可收拾，频频跑来村庄外围进行狩猎。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，守护牧场的藏獒被视为了狩猎目标。尽管藏獒性格彪悍，拥有可怕的杀伤力，但好虎终究架不住群狼。一场激烈的较量过后，藏獒还是败下阵来。屡屡得手的狼群自信过剩，连棕熊都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凭借一股狠劲就敢与棕熊当众叫嚣。可惜这只棕熊并不像以往他们碰上的那些软柿子，其强大力量及威猛的外表直接就震慑对方，吓走了一只野狼。而霸占食物不肯让开的野狼则成了棕熊的下一目标，反手一巴掌，野狼就被当场干翻，最终野狼成了棕熊的一盘菜。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为聪明的角马。面临野狗群的围追堵截，角马没有选择一味的逃跑，而是主动靠近车辆，寻求护林员的帮助。他将局部对到轮胎外侧，防止野狗掏缸。然而这些野狗根本不把护林员放在眼里，上来直接就咬住角马的面门，使劲拉拽，打算把角马拉出来，从后方进行掏缸。角马十分清楚野狗的套路，持续后退贴近车辆，便是不给对方有机可乘。几只野狗则三面包抄，意图采取强攻。角马见苗头不对，赶紧向不远处的同伴跑去，似乎想将野狗群的火力转移至同伴身上。可惜这些野狗并不容易糊弄，依旧穷追不舍，死咬着角马不放。好在角马非常聪明机智，局部隐隐作痛之际，连忙调整身位，随后将头上的犄角对着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眼看又来了几名同伴，角马立刻以迅雷之势冲了过去。话说最好的脱身办法就是把敌人的火力转移到同伴身上。角马的计策效果极佳，自己虽化险为夷了，但同伴却遭殃了。要说这招可实在是太损了。